对小盆景的取材有很多方法，扦插、高压培育、野外采挖。现在野外采挖受条件限制，还是扦插高压培育比较实际。选一些有基本造型轮廓的枝条进行培育，可以节省大量的成型时间。这一盆是在修剪中剪下来的枝条，通过扦插培育了2年时间，就基本可以上盆进行精养。在盆景修剪中，对剪下来的枝条和根不要轻易把它扔掉。像这些金担子根都是上好的小盆景素材，稍作修剪就可以上盆进行培育。这种有侧枝的枝条在扦插中是比较容易发芽的，发芽是诱导根生长的前提。像这种基本成型的枝干扦插与其他扦插枝条是一样的。有一点需要重复一下，扦插后在长根之前不能浇水，只能进行喷水。浇水在无根的情况下是浸泡，只能加快枝干的枯萎。喷水增加空气的湿度，保持扦插基质偏干，很容易诱发根系的生长。除了选择枝条，选对扦插的季节很重要。每年的4至7月份是扦插成活率最高的季节，在这个阶段空气的湿度是比较大的，要有计划的在这个阶段进行修剪，把基本成型的枝条或者是根剪下来，即剪即插。到秋天就可以从苗场中提出来上盆进行培养，1年后就可以对它进行定型修剪。这是成型枝扦插2年的雀梅，剪掉多余的枝条，留下部分侧枝，形成主干的基本走势。对这些萌发能力强的树种，像雀梅、对节百纳、榆树，下手一定要准和狠，不要舍不得。小盆景的修剪与大盆景是有区别的，主要是对它的枝条进行控养。扦插枝成活以后，从苗床到上盆，它还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期，这时候的枝条是生长比较快的。修剪不到位，小盆景就会产生变形。对这种小盆景，一定要在小盆中培养。盆养的目的是控根，控的目的是保持枝干跟成型同步，不能只指望枝干早日成型，而忽视了根的培养。控根即把根限制在这种小盆中成型。控根与加快生长看似有点矛盾，其实是有办法解决的。这是长出来的头生根，头生根在土表面生长，疏松透气，能吸取更多的养分，加快小盆景的生长。不仅是培育，在日常的养护中，头生根的作用也十分明显。比如阳台盆景的养护，在生长环境受限制的情况下，在底部放一个沙盘，就可以诱导头生根的生长。对一些不适合扦插的树种或过粗的枝条，可以用高压培育的方法。这一棵对节百纳就是做小盆景培育的，高压2个多月的时间。高压时对它的枝干进行了基本定型。现在把它栽种好，修剪一下。像对节这种结生芽的树种，留1个芽点，这些侧枝都要把它剪掉。生长快的树种，先把主干培育好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也就是保持成型过程中的平衡生长。在上期的视频中我讲到过，这里不再重复。主干的基本轮廓形成，盆景的成型时间也就快了很多。这条枝是做高压培育的，高压前做一个基本的定型，对它进行了蓄养、拉弯，形成干的基本走势。明年开春之后，再对它进行高压。小盆景的培育过程不能超越树的生长规律，但可以截取某一段有基本造型的枝条进行培育，从而可以缩短盆景的成型时间。我的大部分小盆景就是这样成型的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